大家好，我又来了。今天去朋友家聊天发现他对虎皮鹦鹉很痴迷，这很少见因为很多人都是用虎皮鹦鹉当过渡宠物或者当入门宠物来养。今天我也算见识到了，那咱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虎皮鹦鹉吧。老思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爱讲官方那一套，咱们今天就从品相开始说。怎么饲养大家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咱们今天只介绍品种，饲养的事儿以后再说。目前能见到的虎皮鹦鹉的种类就有20多种，一个一个看。这种原始种是最常见的，我也是通过这个品种才知道世界上有鹦鹉这么个东西。有3大色系，绿色、蓝色和灰色。虎皮鹦鹉除了红色总共从深到浅就有这个白色，然后还有偏白色，还有黄色、亮绿色和深绿色。然后绿色里面呢又分这个深绿、浅绿、橄榄绿之类的。然后还有蓝色，蓝色也有从深到浅，甚至紫罗兰。然后还有灰色，还有深灰、浅灰。下一个，蛋白石种，也叫欧巴林种。蛋白石和原始种它们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背后的这个斑纹的羽毛。它的背羽有这个3角纯色区域。这个品种最大的特征就是背部和腹部的颜色是一样的。好，下一个，灰翅种，也叫亮翅种。从名字看就知道是关于翅膀的。一般来讲，灰翅是由花纹原来的黑色淡化出的不同程度的灰色，身上的蓝绿色也有不同程度的淡化。然后呢，跟原始种比起来它的这个身上的黑色感觉有点褪色，就是感觉黑色素没有那么多。然后下一个，肉桂翅。灰翅的翅膀稀释成了灰色，然后呢，肉桂的翅膀被稀释成了有点咖色的那种肉桂色。下一个，白化和黄化品种，这个不用多解释，我之前介绍牡丹鹦鹉的时候提过，就是黑色素被取代了，绿色也下降一个等级变成黄色，然后眼睛的虹膜呢，因为没有黑色素，所以它也会呈现出红色。下一个，鱼鳞种，也叫斯班克鲁种。鱼鳞种其实就是原始种的颜色结构的镜像，仔细对比你就能发现每个羽毛都有黑边，看起来像鱼鳞。下一个，派特，其中这个显性的，只要父母是派特，那么它的下一代也会是派特。然后显性的样子就是翅膀是纯色，后面会长出来白眼圈。隐性的这个特点是身上的黑色花纹没有规则，成年后呢没有白眼圈。然后下一个，黄脸种，正常情况下绿色系的鸟的脸都是黄色的，而蓝色系的鸟基本上都是白色的。但蓝色系的鸟白脸被黄色取代的时候，这类鸟就叫做黄脸种。说简单一点，就是身体是蓝色系，然后脸呢为黄色。然后脸它其实也分好几个类型，就是有一种是黄脸，就是最常见的这个黄脸蓝虎皮。第二个呢就是比黄色稍微偏白一点。然后呢，当然它这个脸的这个色素发生变化之后，身体它也会呈蓝绿色，或者是比较特殊一点的颜色。然后下一个比较有意思冠羽种。冠羽是属于毛型的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3大类型，叫状冠羽、半圆冠羽和圆冠羽，也叫全冠。日本呢还有羽衣种，分大小花，这2年国内也很常见。其实我觉得这种鹦鹉长得还挺有意思的。羽衣呢是不完全的这个显性基因，而且听说羽衣和冠羽杂交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然后下一个，华乐种，在我看来这个它的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它的这个长相也没有说特别的突出。大家有没有发现跟前几个品种都特别像？然后安倍种，这种鸟看上去有点像蛋白石，但实际它不是一个品种。仔细看可以看出来，安倍种从头开始就有了这个灰色的斑纹，然后往下呢慢慢恢复到正常了，就变成了黑色。然后在背部出现了一个大的 V 字的符号。然后下一个德克萨斯亮体种，
这个品种也比较特殊，就是如果说你不是专业玩虎皮的玩家，基本上是很难去分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身体的上面，腹部基本的颜色被稀释，蓝色被稀释为淡一点的蓝色，绿色被稀释成明黄色，其他的特征没有什么改变。还有一点就是亮体身上不会掺杂任何的杂色，再就是它的飞羽是灰色而不是黑色，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下一个板岩种，这个品种不太好遇到，这个基因导致了一个非常深的蓝色。真实的板岩种只会是蓝色系的虎皮，其他也只是长得像而已。好，下一个炭黑种，这个基本上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它是黑色的，颜色非常深。然后下一个黑莲种，我在北京一个朋友的朋友圈里见到过这个品种，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然后下一个斑驳种，这个鸟也是杂色的鸟，它不是派特，它和派特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的这个毛特别厚。然后下一个半边种，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鸟的时候呀，我一直以为是 PS 出来的，结果呢发现啊，它还真有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出现阴阳半边，那品相那真的是没话说，真的是极品。但是我没有见到过，视觉冲击力很强，给人的感觉像是染上去的颜色。然后下一种暗翅种，虽然这种鸟的翅膀很暗，但是它的身体很亮，所以的反差呢也很大，这种鸟也不常见。然后下一个是比较常见的大头种，也叫蘑菇头。蘑菇头也有派系分，这个欧血呀、台血呀、国血呀，也叫大头虎皮啊，我们这边。但是优质的这个大头要有更大的体型，有的看头，有的看体型，但是我还是觉得，台血的大头比较漂亮。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看见欧血大头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恐怖。可能我的审美也就这样，没得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台血的大头比较漂亮一些，比例比较更合适一些，这是个人的看法。然后最后一种彩虹种，这个品种啊，它身上的颜色是最多的，也堪称一种奇迹吧。因为它身上的基因啊，有这个灰翅基因，有这个黄脸基因，还有蛋白石基因，所以呢，这个鸟也叫黄脸灰翅蛋白石。这个品种，反正我就觉得是虎皮里边比较漂亮的品种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后面我会做一个记录，因为今天呢，我在网上买了2颗和尚鹦鹉的蛋。因为这个牡丹鹦鹉的母性特别好，所以我也想试一下，看牡丹鹦鹉能不能当保姆鸟去孵和尚，或者是能带到第几天。好了，到时候做记录咱们再沟通吧。今天就到这儿，拜拜。